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前两天我和女儿出门坐地铁，我前边站了一个美女，美女身上那只包挺有趣的。我看她一会儿拎着，一会儿呢单肩背，最后呢她是双肩背在了身上。我觉得这款式挺有趣的哈。今天呢我就把它给做出来了。那这儿有个提手，所以呢它是这样拎着的。单肩背的时候呢，可以把包带这样搁在中间，背起来呢是这样子的效果，是不是挺好看的？当然也可以这样子背哈，单肩背在这边，然后呢，背包的这儿中间有个拉链，把拉链拉开呢，就变成了一个双肩背包了。现在喜欢做包哈，出门呢老观察别人背的包是什么样的，看到有意思的呢，就喜欢把它做出来。今天呢，我就把这个有意思的双肩背包分享给您。首先呢，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包用到的材料和具体的尺寸。这个呢是包的前片、后片的里子和面子哈。这个是面子，下边是里子。面子上呢，我烫了50克的无纺衬，它的尺寸呢是长度呢36厘米，宽度呢33厘米，里子面子尺寸是一样的。这个呢是包的底部。里子一份，面子一份，面子上呢也是烫了50克的无纺衬。今天我用到的呢是印花的全棉面料，底部的尺寸呢是长度26厘米，宽度呢10厘米。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材料呢是前片上的口袋材料哈，这个呢是口袋的主体材料，它呢长度24厘米，宽度呢18厘米，单层的面料没有烫衬哈。这个呢是口袋盖的材料，它呢长度18厘米。宽度呢13厘米，这个呢是咱们这个包用到的包带材料，它的长度是1.1米，宽度呢是6厘米，然后一边呢我烫了2厘米的铺棉，这个材料需要2份哈。那我们包带呢还需要一根1.1米长的拉链，这2根材料呢是包的提手，我呢已经做好了，做好以后长度呢是35厘米，宽度呢是2.5厘米，这2块材料是一会儿遮挡这个提手毛边用的哈，挡布吧我们叫它。它呢长度18厘米，宽度呢6厘米，也是2片，不用烫无纺衬。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首先呢我们来制作咱们这个包最有特色的部分哈，就是包带了。那我们呢把拉链的这个2侧和2根包带固定在一起，方法呢是这样子。既然包带太长了哈，我拿一端呢给大家做个演示。我们把拉链这样子，那这条边全是对齐以后哈，我们车一条线，然后拉链的这一侧和这根包带这样子车在一起。这2条线车好以后呢，现在我们拉链固定在2根包带中间了哈。现在大家看到是正面，反面是这样子的。接下来呢，我们把2根包带的这边各烫进一个缝缝，然后把它盖过来。我们把刚才的这个毛边给盖上哈。盖好以后呢，我们再这样子车2条线。现在呢，咱们这个包带部分呢就做好了，是不是也很简单的哈？接下来呢，我们拿出前片口袋的材料，我们把这个口袋材料24厘米的这条边折叠2次，车1条线。包盖材料呢对折，把正面折在里面。折好以后呢，我们把这3条边车上，这儿留反口，这条线呢车好了，那我把盖子呢也翻到了正面。接下来我们把这3条边向里折叠1厘米，然后熨烫一下。熨烫好以后呢，我们把这2边向里折叠3厘米。折叠好以后呢，我们车一条2毫米的窄边，2条窄边呢车好了。接下来我们把2个侧边这样子折叠一下，折叠好以后呢，这口袋这儿是这样子的哈。接下来我们把它固定在前片材料上面。我们的前片材料36厘米的这2条边呢，一个是包口，一个是包底。我们离包底5厘米，中心线和口袋的中心线咱们把它对齐。对齐以后呢，我们首先车上2个侧边，车好2条侧边以后呢，我们在底部这样子再车1条。这3条边车好以后呢，我们在离包口10厘米的地方固定上刚才我们做好的盖子哈。现在前片上的口袋和盖子呢都固定好了。那固定好以后，咱们口袋的侧边是这样子的哈。接下来呢，我们在包口固定上提手和包带。那固定之前，我们把材料中介绍的这个挡布呢进行一个熨烫。2个长边这样子折叠进来，然后2侧呢这样折叠1.5厘米。熨烫好以后，咱们这个挡布的4条边呢就都是光边了。然后我们搁在离包口4厘米的位置，中心线和中心线对齐，然后再夹上提手哈。我们
提手的这条边和党部的这条边再把它对齐。中间的位置呢，我们固定上最早之前做的这个背带，搁在中间。全都搁好以后呢，我们整个车一个方框，这是前片。后片呢，搁党部和提手的位置呢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呢，后片是没有包带的，我们呢也是同样的车一个框。现在咱们提手和背带呢都固定好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背带穿过提手，穿好以后呢，我们把这一端固定在后片的底部中心位置，这样车一条线固定好。固定好以后呢，我们把材料正面和正面相对然后车上两个侧边和底部呢组合在一起。现在面子的前后片和底部呢，咱们就组合上了。我呢在包口的侧边这个位置固定上两个布判，一会儿在这儿呢我们是要钉摁扣的。那布判做好之后，宽度呢是1.5厘米，长度呢是8厘米。我在组合面子的时候把里子也组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把里子翻到正面，然后呢搁进面子里。搁平整以后呢，咱们包口车一圈，记得要留反口。现在我把包呢翻到了正面，在包口的布条上呢，我钉了一颗摁扣，然后前片的口袋呢，这儿我做了一个自胸判。那现在咱们整个包就制作完成了。今天这个包可以拎，可以背，还可以变成双肩背唯一有一个缺点，这根背带呢，它是不可以调节的。咱们在制作的时候最好对自己实际需要的双肩背的长度呢进行一个测量以后再进行制作。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记得要帮我点赞咱们下期再见。